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新加坡的李美凤同学的一个体会哈。她说：“老师早上好，说昨天呢是网课中念到了我的名字，家人听了很高兴，说妈妈的名字去到北京了。说我认识老师是从老师的书《把心带回家》开始的，老师当时很年轻啊，写得很真实。后来又读了老师的文章，说在这条路上报上你父亲的名字，那哪都有饭吃那篇文章哈。说这个让我非常感动啊！这么多年来，老师不断的提升，我们也不断的进步，希望我们都万事如意哈，一起共赴千期之约。说在787课，老师讲下载梁安时空，梁安时空用 B 站呀，用这些就上传到这上面来了哈。这些呢对我都很陌生，可能在国外很少用这个内容。说我就尝试用 YouTube 点击，结果也发现了也有哈，是完全一样。说真的要感谢制作的这个老师们，说可惜我听不清楚他们的名字，不能在两岸时空里答谢哈。虽然在新加坡很远啊，但是我也不觉得孤单，是每天看老师们的分享啊，照常听课，虽然距离远，但感觉和大家呢很接近啊，感恩所有的老师。说从791课开始，我真的随时就可以收听了，是吧？说而这次呢还加上了文字，很多老人家听力不好就可以看文字，对华文程度不好的我可以看也可以听，就提高华文水平哈。老师说的对，空间时间都隔不开我们。刚开始听790课的时候，我一直打不开，就打不开这个视频，可能是啊。可是跟老师这么多年了，我就学会了安静的静观其变。同样时间看两岸，打不开也没关系，感觉老师在直播，就是感觉直接在同步的感觉哈。说不执着于这个形象，脑子里都是老师的分享，有老井啊，把杂音当背景啊，心息相依啊等等啊，说非常感谢老师哈。说在这儿呢，我也借分享李美芬同学的体会，也感谢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很多海外的朋友们对两岸时空的关爱、关注、热爱啊，非常感谢大家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开始分享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哈。今天说的内容其实就讲什么呢？说我们平常讲练功啊，就讲你要能练多长时间是最重要的。上一次课我们也分享，但其实真正的功夫在哪儿呢？就在你能不能定住你生活中的很多个瞬间。就是说，平常有人问说你打坐能做多久啊？你站桩能站多长时间啊？就好像仿佛静坐的时间就是功夫的刻度。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哎呀，他能够多长时间？他能多长时间？就好像这就是功夫的刻度。定静的时长就是成就的标尺。说你入定能多长时间，就标明你的成就怎么样。说于是就有人追求入定一定要定3天，有人炫耀我一站桩站几个小时，就好像他们就像收集什么呢？一些勋章一样，将每一次长时间的不动小心的珍藏，以为那就是修行的高度。比方说，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然而呢，检验功夫的真正的考场，大家注意，从来就不在蒲团上。蒲团上什么意思？就是打坐的蒲团上，也就是不在你练功场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几点啊。第一点，说有准备的定是无准备的假。这什么意思啊？就当你知道你要站桩了，你要打坐了，你就提前安排好时间了，选择好什么一个安静的房间，穿上宽松的衣服，你的身心都在跟你说，准备好了，现在要开始入静了。这种定当然是有价值的，它是训练，是练习，是积蓄，但它不是检验。真正的那个检验是在你什么毫无准备的那一刻。你比方说毫无准备的孩子，打翻了你刚泡好的茶啊，我觉得那个茶水一下把你的这个写的书稿一下就浸湿了。说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家人用一句你最不爱听的、最受不了的语气，跟否定你一整天的付出，或者是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一刹那，或者说同事就当着众人的面，把本来属于你的功劳，你做好的事儿，他就说是他的。
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那一刹那，就你的心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时间去准备入境，你的情绪没有机会什么呢？提前调节。你要锻炼之前，我要调节好了，现在没有机会，你的反应系统啊，猝不及防的被击中了。同事的一句话，家里孩子也好，妻子丈夫也好，一句你没来得及准备说我要安静，我要调节好情绪，那一刻就是你的反应系统被猝不及防的击中的那一刻，那个出来的才是你真正的功夫。我首先认为这是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学习传承法这么多年啊，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安静的时候无人打扰的准备好了要锻炼，那这个太容易了。每个人好像都能保持心平气和，关键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瞬间，特别是一个一个你被刺激到的那个瞬间，才体现出你真实的功夫。那我想讲第二点，就是长时间与一刹那。你长时间的锻炼或一刹那的这个刺激，这两种定是两种真相。长时间的定是什么呢？是持续的维持，它需要环境配合，身心协调，意念专注。它就像你举重运动员扛起那个杠铃，每一秒都在用力，一直都在维持着，我不能松，一松掉下来了。每一刻它都需要你刻意的去维持。而一刹那的那个定呢，是猝然不惊，他没有准备的时间，也没有缓冲，他没有缓冲地带，他没有第二次机会，就是刹那之间就出来了。他就像什么呢？在冰面上走，突然脚一滑，你的那个平衡系统是否能够在0.1秒或者0.0001秒内啪啦就启动？大家想是，比如说你一滑，一下启动，那种本能内在的那种东西，就决定你是否能够站得稳，你还是汪跌倒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有的人一滑，啪啦一启动，那个平衡一启动，他没摔倒；有的人哐啷就摔倒了。情绪也是这样，生活中那个刺激也是这样。有人一刺激，那个本能接得住，有人接不住，哇，脾气就出来了。或者说什么呢？前者就有准备的那个锻炼啊，前者是表演，后者是本能；前者是修养，后者是本质。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可能在站桩3个小时，哎呀不动弹，你可能在家人埋怨的瞬间就暴怒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定还是在蒲团上。我打个比方，你的定是在你的练功场上，还没有穿进鞋子里。你在蒲团上盘腿呢，穿到鞋子里就走进生活了，没到生活当中。也可以说，也说明什么？你的功夫还在时间的刻度里，没有化进你的心性里，还在这一段的时间怎么样，一段时间怎么样，没有化到你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那个事情。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过去之前讲过的物我交接啊，物人和外面交接的那一刹那，说物我交接要善意的微笑。今天说什么？说那物我交接的那一刹那，那是功夫的裸考，那真是在考验你啊。我们用来物生命这个理念里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视角，就是物我交接。就当我和世界相遇，这世界包括一个人听到一句话，遇到一件事儿，就那一刹那，我和外面相接的那一刹那，极短的、极微妙的这个一刹那，但是可能又被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猝不及防的那一刹那，就那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间隙，我一交接很短的那一个刹那，那个时间间隙，那这时间间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是常人，这个间隙短到几乎不存在，一下子就出来了，不存在。外物一来，立刻习性就出来了。我们过去讲过的，要什么呢？你不要去反应，而要回应，它直接就反应出来。它没有时间很短，它没感觉不到那个时间，
比方说，哎呀，一被表扬了，哇，就很高兴；一被否定就抗拒，被冒犯了就反击。它中间没有空隙，就或者说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那个留白，所以他就没有选择，也就没有自由，绑得紧紧的，外面什么马上就跟上，就心随物动啊，随着就动起来了。但修行的人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间隙里下功夫。大家注意啊，后面我们还要分大概三个课的内容，就讲如何在不同的这个小的间隙里，我把这间隙又分成几类了哈。其实修行修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间隙中下功夫。这个间隙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件中间这个空间。我们做动作也是这样，做动作过程中你要注意，关键动作和动作转换的这个空间，动作交接之处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开有合，那么开合之间有起有落，起落之间转换之间，这个空间是很重要的。而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生活当中这件事情这么顺利的走，突然来一句话，让你变了，这一变的这一瞬间也是一样。就动作和动作转换之间，情景和情景转换之间，情绪和情绪转换之间，这个间隙里要下功夫。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那么要训练自己什么呢？当物来之时，外物来，你不是立刻就扑上去了，你对它是有觉知的。当情绪将其未起之际，你不要立刻就认同它，更不要立刻认同它。要练习在那什么呢？我说了，电光石火的瞬间留出一点空间。什么样的空间？觉知的空间，有一点觉知的空间。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一空间，这一点点空间它也是空间，也是一点，也可以是无限。就这一点空间就是你的功夫的容身之所。有没有功夫就看你这个空间你有没有。你练了几十年，站桩也好，打坐也好，那多长时间？但是生活中如果你在物我交接这一点空间你没有，那个练，你不能说白练，那也跟白练差不多，那是表演性质的，你没有真正练到你的生命之中。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说这个空间是你功夫的容身之作，你功夫有没有就在这儿呢？或者说这一点延迟，就是你定力的真实刻度。你情绪啪出来了，你没有一点定力，刚要那个情绪刚要定住，这是真正的定力。真正的定力不是说我在打扑团上一做能做几天，当然那也是定力，但那是有准备的定力。要定力练成自己内在的功夫，定住。所以你能定住多少个这样的一刹那，比你能定住多少个小时，要更接近修行的真相。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往往在那个有准备的时间上下很多功夫，而没有把这些功夫落实到哪儿去呢？无准备的那个刹那之间。这第四点要分享的，就功夫的真伪啊，它藏在什么？无意间。这个无意是另外一个内容，大家注意啊。就是有一种体验，比猝然嚓来更隐秘。大家注意啊，突然之间来了，你有没有反应？那还有一种反应什么呢？就比它还深刻的，就藏在无意之间。这个无意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独自在家里面，这时候呢，你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啊，没有同事需要去应对，也没有家人需要那个怎么交流，也没有别的事儿需要去处理。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状态？哎，就你独处的时候，当然过去我们讲那个慎独，讲那个无聊，
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就在这个时候你心什么状态呢？有的人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懒散放纵，刷手机刷到深夜，内心的空洞啊没法停止啊！真的，我生活中就见到了，前面就见到过几个人这样讲，是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一刷手机刷到半夜3、4点钟，第二天弄得头晕脑胀。有的是焦躁不安，就明知该休息，却被无形的压力赶着，就想要，哎呀，要做点什么，空虚无聊，需要不断的借助外物去填补，就静不下来，一安静就浑身不自在，总要么是吃，要么是买东西，要看电视、刷手机，心是这种状态。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什么呢？当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哎呦，安住当下。没事一无惧，独处啊，在那很怡然，不忙，它也不空。过去讲说有事心不乱，无事心不空。无事的时候，心在丹田里，在腔子里；有事的时候，心去安然的去应事。有准备的功夫是表演给别人看的，那种无意识中的功夫却无法欺骗自己。就你在独处时的状态，就你在没事的时候的生命质量，才是你修行的底稿。真的是这样。就你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心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安静的、安定的，是那种不需要依靠外界那种无聊之境，还是怎么样？哎呀，总得找点什么东西依靠着，总得心烦意乱，或者心里总是不踏实，还是那种状态。就内在，就那个时候，你展现出的那个功夫，才好像是那个功夫的背景状态一样。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就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你做，这时候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去依靠，你回到那个无上来，回到那个空间上来，回到那个定境上来，定境上来。当然我们还回到刚才讲那个刹那之间那个瞬间上来说我们你讲了这个刹那之间的这种反应非常重要，留下那个间隙很重要。那么几个小时锻炼就没意义了吗？不是的。大家注意啊，说真正的功夫是无数个一刹那的总和。那么长时间的训练没有意义吗？不是，恰恰相反啊，就是你之所以能够在那一刹那定住，大家注意，遇到它能定住，是因为你无数次的有准备的练习。这无数次有准备的练习，就为那些无准备的时刻积累了什么？积累的功夫啊，积累的资本。只是有的人只是就在那锻炼，他和生活连不到一块儿去，就没有真正的去练那个心性，练那个定力。所以站桩1个小时，不是为了炫耀，我能站1个小时了，这个不重要，而是为了什么呢？在那1个小时里面练习上千次。比方说老走神，哎呀，正是锻炼的时候，练习了上千次走神又回来，这样的瞬间，往那一站桩，它是一个长时间的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可是走神那是一瞬间的，这一瞬间你是能不能回来把它定住，这是根本的锻炼。说烦恼即菩提，那个杂念也是菩提呀。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站着1个小时，不是为了说我能站多长时间，而是为了在这1个小时里面练习很多次的走神回来的瞬间。每一次你把跑掉的念头轻轻的带回来，就是在干什么呢？模拟一次物我交接的这个演习，就是物我交接啊。杂念回来，那不是物我和那念在交接呀。每一次腿呀坐这儿麻了，每一次你不被这个腿麻带走，
心烦意乱，不被这个烦躁淹没，不被它淹没，你就是在什么练那个猝不及防的时刻，为那个时刻准备能量。一烦一疼，定住。就长时间的训练，恰恰是为了一刹那的反应。有准备的那个定境，是为了无准备的考验。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这就真的像平时战士训练场上打靶一样，打靶训练，每一举一次性瞄准，都是训练吧。这训练是干什么呢？它不是为了在训练场上去打满环，而是为了真正的战场上，那一枪举起来都不用瞄准就能打。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哟，在生活中练一瞬间，那我这种锻炼就不要了，不是这样。长时间的锻炼其实就是在练每一个瞬间，但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觉知。哦，我在这练是为了练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我在这锻炼对付每个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练物我交接。所以我们要去问自己了，说你定住的是时间还是自己？所以你不用去问说我能定多久，那以后要问什么呢？说今天啊，我定住了多少个即将爆发的瞬间？别人一句话，平常就怼回去了，定住。刚要发脾气，真的要问自己，我这一天我定住了多少个即将爆发的瞬间？或者说问我今天啊，我在多少次物我交接的这个关口，守住了那颗明觉的心？就你可以在蒲团上，你站桩练功场一直动3个小时不动，你可能什么在被误解的时候啊，需要3天才平息，那这就不是定，这是什么？你就压抑了。说你可以在站桩时只有20分钟，却在被冒犯的下一秒看见自己升起的嗔心，然后轻轻的不选择什么呢？不跟着他走，这就是定。你站桩你只能站20分钟，只能站10分钟，那没关系。但可能在被冒犯的下一秒，我看见了那个嗔心，不跟着他走，这叫定。你弄3个小时，别人一句话哇就火冒三丈，那也不叫定，是吧？就是我们不能做时间的囚徒，而要做瞬间的主人，做瞬间的主人。一点事儿，呀，别好长时间，你真的成了时间的囚，你被囚在这个时间里了。你要做瞬间的主人，每一个瞬间我都能够自主自控。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我们不要做时间的囚徒，而要做瞬间的主人。真的，刹那即永恒。你有这种感受之后，就成功夫了。那禅宗里大概好多人都知道这公案，有人问赵州和尚是如何是道，他说什么吃茶去。如何是定，也是吃茶去。这不是逃避问题，而是告诉你什么？道不在远方啊，定不在长久。道不要到别的地方，定不是说很长久的，就在你端起茶杯的那一刹那。你是急着喝嫌烫，还是抱怨这个茶不好？你还是安然的觉知的与茶同在，那一刹那就是你全部的功夫啊。所以真的，我就想修行的真相或许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在蒲团上做成一座山像定在一个山一样，却需要什么呢？在每一个情绪即将决堤的瞬间，在那个时候做成一座山。你不必追求入定来个3天3夜，却要练习在每一句即将脱口而出的话之前，留出那呼吸一般的那1秒，有那个空间。因为那1秒就是什么？大家注意就是你的过去与未来交接的时刻。
我平常生活中讲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那一刹那，可能就是你的未来，过去和未来交接的时刻，可能是善与恶交接的时刻，是福与祸交接的时刻。有的时候呢，福祸就在什么？就在那话说出来了，还是没说出来？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一秒就是你的过去和你的未来交接的时刻，是善与恶交接的时刻，是福与祸交接的时刻。或者说，你那一秒就是你的习气和你的觉性对决的时刻。你习性还是一觉知，有觉性对决的时刻。我们练就练这个觉性，觉性在哪展现出来？其实就在那一秒钟的一刹那之间。或者说就是你的旧我和新生，那是个旧的我，刚才讲的福祸啊，那不一样。但旧我和新生分叉的那一时刻，那一秒有觉知了，可能走向新生了；你没有觉知，你还是那个旧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定住它，定住这个刹那，再定住下一个刹那，就无数个这样被定住的刹那连起来。大家注意啊，一个刹那连起来，就不是什么呢？你能定多久的那个计算了，而成为什么？而是你什么？你成为谁的真相？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样一个真相？你不然的话，你总是惦记时间了，不是那个时间了，就是你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就刚才讲的，过去、未来、福祸、善恶、习性和觉性、旧我和新生，你能定住那一个个瞬间，这每个瞬间连起来，那不就成了你的人生了吗？就成了你是谁了吗？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在我们整个修行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呢，可能应该还有分3个这样一个片段，这样的内容来讲这样一个，就是每个瞬间去怎么去修行啊。这个瞬间的修行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所谓的修养意识、涵养道德、修养心性，这个包括锻炼啊，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啊，我觉得是最最根本的。就每个人的生活中，每天你都可以这样练，而且每天都应该是这样去练去。这样练去，好吧？那我们现在还是再继续站的时候，这1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也是在练，里面也有无数个瞬间。每当你念头出来，马上回来，那这个时候所谓的杂念，它就不是杂念了，你就这在练我的觉性，练我能不能逮住这个瞬间，物我交接这个瞬间。物我交接，你和那个念头也是物，也是在交接，好吧？我们开始啊。安静。脚分开，正后8字。
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安静。安静。
静，安静，爱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安静，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向上拉起，满怀慈悲，气平，肩平，向上，到头顶上方，无限虚空，安静。
下落。经额头，面胸，腹，小腹，富贵婴儿，两少妇与足面，下身体，下身体，下身体，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命门，稍向前，肚脐，稍到胸前，注意吸气，
少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
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锻炼它不在于，当然也很重要，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几个小时的锻炼，或者几十分钟、1个小时的锻炼，但更重要的就是在生活中的那一个一个的瞬间，每个瞬间你能觉知到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其实就是一个空间，新与旧交换的空间，善与恶相对抗争的这个空间，福与祸相邻的这个空间，在这空间有觉知，给予正面导航，导向真善美，导向美好幸福的生活。好了，他愿意做的就再做一会儿啊。我们今天集体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